6月的风裹着麦浪的燥热，吹进青瓦白墙的小村庄，也吹乱了林默额前的碎发。他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高考成绩单，指尖沁出了汗，红色的数字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总分刚过专科线，距离他偷偷憧憬了无数次的本科院校还差着一大截。院子里，父亲林建国正蹲在地上修补农具，粗糙的手掌沾满了铁锈和泥土，指关节肿大变形，那是常年下地劳作留下的印记。母亲王秀兰端着一碗凉水走过来，看见儿子手里的成绩单，脚步顿了顿，没敢多问，只是把水递到他面前，先喝口水，天热别中暑了。林默接过水，喉咙干涩的发疼，一口灌下去，凉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却压不住心底的酸涩。爸妈，我没考上本科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不敢看父母的眼睛。你要是想再复读1年，爸供你；要是不想读了，就出去闯闯，总比困在这村里强。王秀兰抹了抹眼角，拉着林默的手：默儿，妈不怪你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复读太苦，妈舍不得你再熬1年，要不就出去找份工作吧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那个晚上，林默一夜没睡，窗外的蝉鸣聒噪不休。他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反复浮现出课堂上老师的叮嘱，同学的笑脸，还有自己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。他不甘心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家里的条件他清楚，弟弟还在上初中，父母常年劳作，身体也不好，再复读1年只会给家里增加负担。第二天一早，林默红着眼睛对父母说：爸妈，我不复读了，我出去打工。林建国点了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信封，递给他：这里有5000块钱，是家里攒的，你拿着，路上用。到了城里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学坏，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。王秀兰给林默收拾了行李，叠了几件干净的衣服，又塞了几包自家腌的咸菜，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到了城里要按时吃饭，别舍不得花钱，天冷了就加衣服，干活别太拼命，注意安全。林默忍着眼泪点了点头，不敢再多说一句话，生怕自己会哭出来。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家门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父母站在门口，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在视线里。那一刻，他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赚很多钱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坐了4个多小时的火车，林默终于抵达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一切都和村里截然不同。他站在火车站广场上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既好奇又迷茫，仿佛一只误入森林的小鸟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他没有学历，没有技能，只能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。他在火车站附近的劳务市场蹲了2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份工地小工的工作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3000块钱。虽然辛苦，但至少有了落脚之地。工地的生活远比林默想象的还要艰难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，搬砖、和水泥、打脚手架，太阳晒得皮肤火辣辣的疼，汗水浸透了衣服，一天下来浑身酸痛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晚上住在拥挤的工棚里，蚊虫叮咬，噪音不断，根本睡不好觉。刚开始的几天，林默好几次都想放弃。他想念家里的父母，想念村里的宁静，更受不了工地上的辛苦和委屈，只是简单的给了他一瓶碘伏，就让他继续干活。那一刻，林默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他觉得自己格外渺小，格外无助。晚上他给家里打电话，声音尽量放轻松：爸妈，我挺好的，工作不辛苦，老板也挺好的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带着牵挂：默儿，要是太辛苦就回来，家里不缺你那点钱。林默咬着牙，强忍着眼泪：不辛苦，我能坚持住。挂了电话，林默一个人走到工地的角落，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自己不能放弃，一旦放弃就对不起父母的期望，也对不起自己的誓言。他擦了擦眼泪，暗暗给自己打气：
林默，你可以的，再坚持一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从那以后，林默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别人搬10块砖，他就搬15块；别人休息的时候，他就主动帮工头做一些杂活。有一次，工地需要一个人负责看管材料，工头毫不犹豫地选中了林默。林默，你人老实，做事认真，这个活交给你，我放心。看管材料的工作比搬砖轻松一些，不用风吹日晒，而且工资每个月多了500块钱。林默十分珍惜这个机会，每天兢兢业业地看管着材料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他利用空闲时间跟着工地上的师傅学习砌墙、抹灰，师傅们看他好学，也愿意教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林默在工地上慢慢站稳了脚跟。他学会了不少技能，工资也越来越高，从一开始的3000块钱涨到了5000块钱。他省吃俭用，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一部分钱，剩下的钱就存起来，打算以后做点小生意。在工地上，林默认识了一个叫赵磊的小伙子，和他差不多大，也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，两人性格相投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赵磊为人开朗，很会说话，经常开导林默，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主动帮忙。赵磊主动帮他请假，给他买了退烧药和粥，守在他身边照顾他。林默，你就是太拼了，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赵磊看着他，语重心长地说。林默心里暖暖的，点了点头。谢谢你，磊子，跟我客气啥？咱们都是出门在外的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赵磊笑了笑，等咱们攒够了钱，就一起做点小生意，再也不用在工地上受这份苦了。林默点了点头，眼里充满了期待。他知道这条路或许会很艰难，但只要有希望，有朋友陪伴，他就有勇气一直走下去。转眼之间，林默已经在工地上干了2年。这2年里，他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少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青年。他攒了一笔钱，也学会了不少技能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他给家里寄了不少钱，父母的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，弟弟也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。这一天，林默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电话那头，父亲的声音有些沉重。默儿，你妈生病了，住院了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林默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他连忙说，爸，我马上回去，你别着急，妈不会有事的。他立刻向工头请假，收拾好行李，买了最早的火车票，匆匆往家里赶。坐在火车上，林默的心忐忑不安，他不停地祈祷，希望母亲能平安无事。他知道母亲这一辈子太辛苦了，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。火车缓缓行驶，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，林默的思绪也飘回了小时候，而他却没能好好孝顺母亲，反而让他为自己担心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等母亲病好了，他就不再外出打工了，留在家里好好照顾父母，陪在他们身边。他直奔医院，走进病房，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精神不振。父亲坐在床边，满眼疲惫。妈，林默快步走过去，握住母亲的手，声音哽咽。王秀兰睁开眼睛，看到儿子，眼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默儿，你回来了，妈没事，就是一点小毛病，不用特意回来。都住院了，还说是小毛病。林默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没能陪在你身边，让你受苦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默一直守在医院里，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，给她擦脸、喂饭、按摩。在他的照顾下，母亲的病情渐渐好转。他看着母亲的笑容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让父母安享晚年。回到家里，林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。爸妈，我不想再外出打工了，我想留在家里做点小生意，陪着你们。林建国和王秀兰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好，只要你愿意，爸妈都支持你。就这样，林默结束了2年的工地生活，回到了村里，开始筹划自己的小生意。他知道这又是一段新的征途，或许会有新的困难和挑战。回到村里的日子，没有了工地上的忙碌，却多了几分迷茫。林默看着村里的一切，
不知道该做什么生意才好。村里大多是农民，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地，偶尔有人做点小买卖，也都是小打小闹，赚不了多少钱。他每天都在村里转悠，观察着村里的情况，琢磨着适合自己的生意。赵磊得知他回到村里，特意从城里赶了回来，陪他一起商量。林默，你看，咱们村里盛产蔬菜和水果，每到丰收的时候，村民们都愁卖不出去，要么低价卖给收购商，要么烂在地里，太可惜了。赵磊指着村里的菜园子对林默说。林默点了点头，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村里的蔬菜和水果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，品质很好，就是没有销路。对，赵磊点了点头，眼里充满了期待。咱们可以先收购村民的蔬菜和水果，然后拉到城里的菜市场去卖，或者联系一些餐馆、超市长期供货。这样一来，既解决了村民的销路问题，我们也能赚到钱，一举两得。林默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他和赵磊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就做这个生意。他们拿出自己攒的钱，凑了3万块钱作为启动资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生意并不好做，村民们对他们不信任，担心他们压低价格，或者收了蔬菜和水果不给钱。林默和赵磊就挨家挨户的去劝说，承诺绝不压低价格，当场结算，而且只要品质好，他们都愿意收购。有一次，村里的张大爷种的黄瓜丰收了，却找不到收购商，急得团团转。林默和赵磊得知后，立刻赶到张大爷家，以市场价收购了他所有的黄瓜。张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，默儿、磊子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这些黄瓜就烂在地里了。这件事传开后，村民们对林默和赵磊渐渐信任起来，纷纷把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卖给他们。林默和赵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收购蔬菜和水果，然后拉到城里的菜市场去卖。城里的菜市场竞争激烈，他们没有固定的摊位，只能在路边摆摊。有时候遇到城管检查，他们还要四处躲避，辛苦不说，还经常赚不到钱。那天晚上，林默和赵磊坐在路边，看着剩下的西红柿，心里十分沮丧。林默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，这生意太难做了，不仅辛苦还不赚钱，甚至还要赔钱。赵磊有些泄气地说。林默沉默了很久，他知道赵磊说的对，这段时间他们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，却没赚到多少钱，但他不想放弃。他想起了父母的期望，想起了村民们的信任，想起了自己的誓言。从那以后，林默和赵磊更加努力了。他们每天提前去菜市场，找一个固定的位置摆摊。他们还联系了几家餐馆和超市，和他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，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就在生意慢慢好转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有一天，他们拉着一车蔬菜去城里供货，在路上发生了车祸，货车撞到了路边的护栏，蔬菜洒了一地，赵磊也受了伤，腿被撞断了。林默看着洒了一地的蔬菜，看着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赵磊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医院里，医生告诉林默，赵磊的腿需要做手术，而且需要休养很长时间，不能再干重活了。林默看着病床上的赵磊，心里充满了愧疚。磊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是我没有拉你做这个生意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赵磊笑了笑，拍了拍林默的手，傻瓜，跟你没关系，这都是意外。生意是我们一起做的，遇到困难我们一起面对，等我好了，我们继续干。赵磊的手术很成功，但需要休养半年。这段时间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林默一个人的身上。他每天既要收购蔬菜和水果，又要拉到城里供货，还要去医院照顾赵磊，忙得晕头转向。有时候他一天只能睡3-4个小时，累得快要支撑不住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村民们得知赵磊受伤的消息后，都很关心他，纷纷去医院看望他，还主动把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送到林默家里，有的甚至还帮林默一起装卸货物。林默心里暖暖的，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有这么多人支持他，他一定能坚持下去。他还改进了进货和供货的流程，提高了效率，生意渐渐步入了正轨。半年后，赵磊康复出院了。
虽然腿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不能干重活，但他还是主动帮林默打理生意，负责记账和联系客户。林默和赵磊齐心协力，生意做得越来越好。不仅收购村里的蔬菜和水果，还收购了周边几个村子的，甚至在城里租了一个仓库，建立了自己的供货点。就在林默以为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家里又出现了变故。弟弟林强高考结束，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学，学费和生活费需要一大笔钱，而且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需要经常去医院检查和吃药，开销也越来越大。林默看着家里的开销，心里压力很大。生意虽然有了起色，但赚的钱大部分都用来支付成本和家里的开销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存起来。他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每天起早。有一次，林默因为过度劳累，在送货的时候晕倒在了路上，幸好被路过的人发现，送到了医院。医生告诉他，他是因为长期劳累，营养不良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父母得知后十分心疼，劝他不要再这么拼命了。默儿，钱是赚不完的，身体要紧，要是你倒下了，我们这个家就完了。林默看着父母苍老的面容，心里充满了愧疚。爸妈，我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林默笑了笑。弟弟还要上大学，你还要看病，我不能停下来。休息了几天，林默又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。他知道这段征途充满了风雨，但他别无选择，只能勇往直前。他相信，只要自己坚持不懈，努力奋斗，总有一天他能克服所有的困难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，让弟弟安心上大学，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这一年，林默25岁，他经历了太多的困难和挫折，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少年，变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青年。他学会了承担责任，学会了坚强，学会了在风雨中成长。他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还有更多的困难在等着他，但他不再害怕，因为他有一颗坚定的心，有父母的支持，有朋友的陪伴，还有对未来的憧憬。有一天，林默和赵磊坐在仓库里，看着堆积如山的蔬菜和水果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赵磊点了点头，眼里充满了期待。是啊，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以后我们还要把生意做得更大，不仅要卖到城里，还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。林默笑了笑，望向窗外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，给万物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他知道这段风雨兼程的征途只是一止，未来还有更多的精彩在等着他。时光荏苒，又是5年过去，林默和赵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们不仅在城里开了一家农产品专卖店，还开通了线上销售渠道，把村里的蔬菜和水果卖到了全国各地。他们的农产品因为品质好，价格公道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林默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，让父母过上了好日子。他在村里盖了一栋漂亮的小楼，让父母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房子，还请了一个护工，专门照顾母亲的身体。弟弟林强也顺利大学毕业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在城里安了家。这几年，林默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温柔善良，善解人意。他不嫌弃林默是农村出来的，也不嫌弃他工作辛苦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支持他的事业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林默向苏晴求婚了。他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昂贵的钻戒，只是拿着一束自己种的向日葵，真诚地对苏晴说：苏晴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，也给不了你奢华的生活，但我会用我的一生好好爱你，好好照顾你，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苏晴看着林默真诚的眼神，眼里充满了泪水，点了点头。林默，我相信你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他们的婚礼很简单，没有太多的宾客，只有双方的家人和几个好朋友。婚礼上，林默看着身边的苏晴，看着台下的父母和弟弟，看着并肩作战的赵磊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父母的养育之恩，离不开朋友的帮助，离不开苏晴的陪伴。婚后，苏晴辞去了医院的工作，全心全意地帮助林默打理生意。
他心思细腻，擅长管理，把专卖店和线上销售渠道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林默省了不少心。林默也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他想给苏晴一个更好的未来，给这个家一个更好的生活。生意越来越大，林默也越来越忙，他经常需要出差，有时候1个月都回不了1次家。苏晴虽然很想念他，但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只是默默的支持他，照顾好家里的一切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有一次，林默出差回来，发现苏晴生病了，发烧到38度，却还是坚持打理生意。苏晴笑了笑，抚摸着林默的脸：“傻瓜，跟你没关系，我没事，就是一点小感冒，不碍事。你放心去工作，家里有我呢。”看着苏晴温柔的笑容，林默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多陪陪家人，不能因为工作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这几年，林默也没有忘记村里的乡亲们，他带动村里的村民一起发展种植业，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，还和他们签订了收购协议，保证他们的收入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村里的种植业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村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，不少村民都盖了新房，买了新车。村里的小学年久失修，林默和赵磊一起出资，重新修建了一所小学，添置了新的桌椅和教学设备，让村里的孩子们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。村民们都很感激林默，都说他是村里的骄傲。赵磊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娶了村里的一个姑娘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。他和林默依然并肩作战，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，还成立了自己的农产品公司，带动了周边几个村子的经济发展。就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，林默的父亲林建国突然生病，而且病情很严重，需要立刻做手术，手术费用需要一大笔钱。林默得知后，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赶回家里陪着父亲去医院。医院里，医生告诉林默，他父亲的病情很复杂，手术风险很大，而且术后需要长期休养。林默没有犹豫，立刻决定给父亲做手术。他说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风险多大，我都要救我父亲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默一直在医院里陪着父亲，打理生意的事情就交给了苏晴和赵磊。苏晴和赵磊很给力，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林默没有后顾之忧。手术很成功，林建国慢慢康复起来。在林默和苏晴的照顾下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了，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。林建国看着儿子和儿媳，心里充满了欣慰。默儿，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没能给你太多的东西，还好你长大了，有出息了，还找到了这么好的媳妇，爸也就放心了。林默握住父亲的手，眼里充满了泪水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是你和妈养育了我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妈，让你们安享晚年。父亲康复后，林默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减少出差的次数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。他把公司的一部分业务交给了赵磊和苏晴打理，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里和村里的事情上。他经常陪父母聊天、散步，陪苏晴逛街、看电影，还经常去村里的小学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，给他们辅导功课。他还组织村民们开展各种文化活动，丰富村民们的精神生活，让村里的氛围越来越融洽。有一天，林默站在村里的田埂上，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，看着村里的小楼，看着村民们脸上幸福的笑容，心里充满了感慨。他想起了自己刚走出村子的时候，懵懂无知，一无所有，带着父母的期望，带着自己的誓言，踏上了这段平凡的征途。这一路上，他经历了太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有过迷茫，有过委屈，有过放弃的念头，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凭借着父母的支持、朋友的帮助和爱人的陪伴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带动了身边的人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，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，
但他用自己的努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。他的征途没有捷径，没有奇迹，只有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。夕阳西下，林默的身影被拉得很长。他转身回家，家里的灯光亮着，父母在等着他，苏晴在等着他。他知道，无论走得再远，飞得再高，家永远是他的港湾。心归处，便是吾乡。这段平凡者的征途，有过艰辛，有过汗水，有过委屈，有过迷茫，但更多的是温暖，是感动，是幸福，是希望。他告诉我们，平凡不等于平庸，只要有梦想，有勇气，有坚持，平凡的人也能走出不平凡的人生，也能在自己的征途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林默依然会带着自己的初心，带着父母的期望，带着爱人的陪伴，带着朋友的信任，继续前行。他知道前方或许还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，但他不再害怕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心中有光，脚下有路，就一定能走到更远的地方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。林默站在新修的村文化广场上，看着孩子们在健身器材旁追逐嬉闹，老人们坐在廊下晒着太阳唠家常，心里踏实的像落了地的种子。村里的种植基地扩了又扩，大棚一排排整齐排列，智能温控、水肥一体设备让乡亲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。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了村，有的进基地干活。苏晴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慢慢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挽住他的胳膊。又在想什么呢？风吹着凉，咱们该回去了。林默低头看着妻子温柔的眉眼，伸手拂去她发间的碎叶。再想10年前，我背着行李走出村口的时候，怎么也想不到今天能把根扎得这么稳。苏晴笑了，你不是把根扎稳了，是把路给乡亲们铺好了。入冬前，林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把公司的日常运营全权交给赵磊和职业经理人打理，自己把重心放在乡村振兴和人才培养上。他在村里成立了青年创业帮扶站，免费给想创业的村民提供资金对接、技术培训、电商运营指导，还把自己这些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写成一本薄薄的手册，印出来发给大家。帮扶站开张那天，村里的年轻人挤得满满当当，刚毕业回来的大学生，在外闯荡过的务工者，想扩种的农户，都睁着眼睛听他说话。林默站在台前，没有讲大道理，只说了自己在工地搬砖、摆摊被城管追、货车翻在路上累到晕倒的那些日子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事。林默的声音朴实又有力，我只知道，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日子是一点一点熬出来的。咱们守着这片土地，只要肯拼、肯学、肯抱团，就没有过不好的日子。台下掌声久久不息。没过多久，帮扶站就有了第一批成果。村里的小年轻李阳跟着林默学电商直播，把村里的小米、红薯干卖到了北上广。曾经在工地打工的王强回村学大棚种植，第1年就赚了比在外打工多2倍的钱。就连几位50多岁的大叔也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接单、算账，再也不用被中间商压价。林默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松。他不再为订单焦虑，不再为资金发愁，只守着家乡的一草一木，看着身边的人一点点变好。苏晴生下儿子那天，林建国抱着孙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一辈子硬朗的汉子，眼眶红了又红。王秀兰抱着孩子，一遍遍念叨：咱们木儿苦尽甘来，咱们家有后了，村里也有盼头了。林默给儿子取名林念安，念的是牵挂，安的是初心。他想让孩子记得这份安稳来之不易，记得脚下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。孩子满月那天，
村里摆了流水席，没有山珍海味，全是自家种的菜、养的鸡、酿的酒。乡亲们挨个来道喜，拉着林默的手说不完的感谢。